男主人公赵男子，25岁，天津公司职员，年收入10万元；女主人公孙田，24岁，来自山东，职员，年收入4万元。来，有请两位。好，欢迎哈。为什么不想跟他去呢？作为一个男人嘛，太没面子了。这有什么？为了爱吗？为了爱也不能放弃男人的自尊呢。你家里边有房子吗？我父母有。啊？我父母有房子，自己没有哈？我自己没有。你山东哪儿的？济宁。济宁？啊，去过吗？没去过。没去过，怎么知道那儿发展不了呢？我感觉天津、北京发展机会大，不想往别的地方跑。你们俩谈恋爱多久？1年半吧。你家已经把婚房准备好了？不是婚房，就是说我们家有2套房子，但是我弟现在年龄小，我妈就肯定就住不了那么多房子嘛，肯定说留1套给我们住肯定是够的。哦，你要争取她做老婆，还挺好的，她还挺会为未来打算的。她这人是挺会照顾人，挺细心，挺体贴的，但是她这人有很多自己毛病。什么毛病？她这人不守时。那你不是也跟她谈了1年半了吗？再说恋爱中的女人怎么会守时呢？你的要求有点过吧？时间就是生命。你追她的时候怎么没说？你们俩谁追谁啊？是通过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就是说认识的。当时可能就是说我比较喜欢外向的男孩子，但是我觉得他比较外向，我就说先沟通可以先做一下朋友。但是后来因为2个人经常出去，就是吃饭、看电影啊，觉得挺合适的，就是说。如果合适的话就在一起，如果不合适的话就不要再往前再走1步了。然后就是说，他也答应了，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走下去了。那会儿你迟到吗？不能说是怎么迟到，可能迟到个3、5分钟也很正常，是吧？因为我那时候在北京嘛，北京说堵车，这个你应该可以理解的吧？我觉得应该。你们俩现在都在北京是吗？我单位在天津，然后我北京有时候也需要有客户。还是异地恋？可以算吧。北京的工作不想要了。直接跟他回家结婚是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的话，想创造工作的话，你在哪里都可以，对吧？不可能说你在这个领域可以，就是说，能创造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工作。这个大道理别讲了啊！你跟他商量过这事儿吗？说过。他说不通是吧？他就是比较，感觉应该是实心呀，就是说，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去你家，然后我就在这边就是有。那如果他现在就这样的话，你打算怎么办呢？不结婚也可以，我可以等，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我感觉他就是心比较没定。哎，难道你说他心定的就是非得去你家吗？去你家跟你过，这就叫心定吗？但你如果说不去我家不叫心定，那我妈让你去一趟，难道你就是说你2天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吗？北京到那个山东又不远，对吧？我也没去，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你没去过，你不知道。我跟你说了，我说就2天的时间，你拒绝了是吧？你见过他父母吗？哦，你已经忙到了，连去见女朋友父母的时间都没有了是吧？还是你觉得，咱们坦诚的说，还是觉得还不该见？还没到见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平时特别忙，有的时候我回家，几乎都晚上9点、10点，有的时候11点，甚至后半夜回家的时候都有。因为我这做销售嘛，8点下班其实然后其他。你的意思就是做销售的都得单身才行？哦，没有这意思。OK， 回答我的问题，真的忙到说，连去见你女朋友母亲的时间都没有，还是觉得现在时机其实不成熟，我们不能去见？我感觉2个原因都有吧。哪个更重呢？时机不是很成熟吧。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强烈说我想跟他把这个事儿定下来，让他去见我的妈妈？并没有说我强烈的就是要求你，就是说和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定下，因为我妈已经说了嘛，毕竟年龄大了，我觉得应该是满足她的要求。你觉得年龄大了吗？如果是在我们那边也是算年龄比较大了吧。你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吗？我并没有着急，我只是说他如果他现在已经认定我，但是他没有这样啊。如果是有这样的话，你有什么证据说明他没有认定你了？除了他不去见你的母亲。
有，因为那有一次我就看到他聊 QQ 嘛，然后就他可能就是出去洗手间干嘛，我就看了一下他 QQ， 和他以前女朋友聊天就说我不是他女朋友，只是一个小妹而已。这样你都在你的前女友面前都不承认我是你女朋友，那我觉得有必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对我真心的。如果你是真心的，我觉得咱俩可以走下去；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不过分，对吧？这是误会，真是误会吗？因为我现在我承认我跟他聊过天，因为他是我单位的，他是我单位的同事。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觉得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承认我是你女朋友这一点不过分吧？因为我做销售我就需要去开发客户资源，就要去理解客户的性格。需要开发客户资源，就需要隐瞒自己有女朋友的事情是吗？难道你的客户资源是靠别人的暧昧的关系来开发的吗？问得好啊！还有什么呢？不能因为看这个就觉得他心不定啊。就是有一次他也是去谈一客户嘛，然后公司给他找了一个帮手，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只订了1间房间。我就说，你俩是异性，但是你有女朋友，你可以就是说你觉得你们没做什么，但是你得考虑一下别人的看法，还有我的感受，对吧？解释。我如果有鬼，我能跟你说吗？我能让你过来吗？你都过来了，你都看见我们两个了，我都是。那我不能说是晚上去你们那门口看的，对吧？今天姑娘来干嘛呀？如果她就是真的就是想和我走下去，我觉得有必要就是说和以前女朋友断的就是干净，因为我不是和前女友还没断干净呢。因为他之前聊那种就是对话嘛，那是我以前，那是我同事。难道分手就不能做朋友了吗？可以做朋友，不但可以做朋友，你还有你以前男朋友的信息呢。哦，有什么信息呀？我们是那种有暧昧的关系吗？你说，我是当场看到的，对吧？你只是说我们有什么暧昧的关系吗？你当场看到，你看到什么了？啊，你看到你都不承认我是你女朋友，那你说就这一句话我就可以定论，不需要别的，我就这一句话就可以。你感觉你自己都是优点吗？我说的，我希望你能接受一些。你说你迟到。你是1次2次吗？在这1年半之中，你是每次吧？可以说每次吧。记得有一次。那你能说你还记得你有一次吗？我跟我客户谈签约这事儿，我拿的是样本合同。当时我特着急，人客户答应我特着急，几百万单子说签单，我特着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就说你回家把我的就是说1式2份的合同，你给我帮我取来，因为客户在场，我不能把客户放在这儿，我自己回去取，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你就别说了吧，有什么好说的呀？一个跟客户去谈合作的人都不带合同去，你怨谁呀？你要我员工，我早开了你了，可惜你不是，真的小伙子。可不是这样吗？这么大一个单子要签成的话，我的备份合同在哪儿？我拿什么跟人签呀？你怪他怪什么呀？后来我都知道他迟到了是吧？他是你秘书，他是你女朋友啊，你的工作关他什么事儿啊？你来什么目的啊？他来的目的我大概清楚。我就是怎么说呢？希望他也改一下自己的一些缺点，对着镜子照照自己。改一下自己，改善一下自己，这些我完全接受，我完全接受。但是你说别人的同时，你要想一下自己有没有改，有没有照我镜子改一下自己。看起来事情很小，其实在这个背后，会听的人一定听到了很多。来，真心瓜子丘比特问卷。我刚才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有时候把眼睛闭上来，我就感觉我耳膜都快震破了。然后我就想到我看了电视剧，还有平时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的所有男女青年吵架模式跟他们一模一样，永远都是我希望你怎么做，你希望我怎么做。所以我在想是抱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抱怨的最终目的如果是求变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求变？因为我听到的你们两个在吵架中间吵的是甜蜜，吵的是爱，吵的是希望真的能够很好的在一起。我怎么没听到？你从哪个词里面听到了甜蜜和希望？抱怨。啊。只要是抱怨就是求变，求变就是说希望更甜蜜更幸福。像男孩说了，我希望你赶紧给我过来送东西，我希望你早到一点。如果他不喜欢这个女孩，他就不用说我就希望你早点过来，所以他肯定内心还是有他的。同样孙田，我觉得你的心里也很爱你的男朋友，但是你要知道男人最怕什么样的女人。我写了4点：思维敏锐，伶牙俐齿，单刀直入，步步为营。
我说我自己，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女人太可怕了。男人一旦跟她这样的话，男人觉得太恐怖。哎，他这个倒说对了，就是你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其实也挺害怕的。要摊这么一媳妇儿得上吊啊！对，我老公也得上吊了。对对，你先生一定上吊。我得把他赶紧救下来。所以我觉得孙田有一点，如果你今天在这儿的表现跟你平时一样的话，我可以感觉到作为你的男朋友，他真的好没有面子，真的好没有面子。如果你在他朋友面前还这样表现的话，这个男人肯定早晚会跑掉的。因为我今天要，所以你千万记着一句话：你可以在家里随便怎么撒泼，但是你在外面一定要给足男人面子。认可他说的吗？认可他说的，因为我觉得我肯定是在这方面也有就缺点嘛，我肯定说是有时候也不够给他面子。但是我如果今天你能稍微把语速减慢，再减慢，再减慢一点，然后对着他慢慢说吗？我可以就是说以后在公众场合面前就是说给足他的面子，但是我就是说今天是来解决问题的嘛，如果我不把问题说出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对吧？万峰老师一直在笑，是觉得他们还不成熟，是吗？他们俩才好了1年半啊，个性都很强。我想问一下，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今天？因为我妈就想着，就是说让他就想让那男孩跟他回家解骂。好了，我就说这个问题，你们为什么现在的青年男女为什么都这么主观呢、武断呢？你凭什么一定要他？你可以有这个想法，你说，哎，小赵啊，咱们是不是结婚以后？搬到济宁去啊，搬到山东去啊，可以商量的，试探的，对不对？你呢不是的，你应该到我那去，应该怎么的，应该怎么？好像你现在就认为，他不跟你走，他就大逆不道。这怎么谈恋爱？这恋爱没法谈了，对不对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沟通。而且我发现你非常强势，这姑娘，你说话比我都快。我说话已经够快了，她说话还快，听得我都够累的。您知道您说话让人听着累了。你也说慢点。我说话人家不累的。我说啊，你们俩要么就好好想，从根子上想一想。你们才1年半，八字没一撇，先考虑这个，先考虑那个，爱情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们有什么爱情。这是老师们说的话啊。你有什么要问的吗？我没有什么要问的，我只是想说，你去我家你可以去一趟，但是我并不是说就要求你结婚，因为我不是一种那种。嫁不出去非要让你跟我结婚，并不是说那种的，你可以去一趟，就是说，我想问一下，你有见过他父母？你说没有见过，对吧？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先提着礼物去见见他的父母呢？是我有想，但是他没有让我去呀，他也没有。你可以要求对吗？你可以要求吗？我邀请他去我家都不去，我再邀请，我再说我去你家，那你说去他家是不是更方便一点？而且今天就有这样的机会。就往坏里教吧。但是今天就是第一次见面，马上就要面对的是你男朋友的父亲，我都不知道他的父亲看了你刚才的表现之后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也得面对。来，踏浪旁观者清。叔叔来了啊！伯父你好。通过刚才这个看这个现场的交谈。我对他们的交往不同意，为什么呀？我不喜欢这个女孩，她不适合我们儿子。啊，有一点呢，是我最纠结的问题，就是说，哟，您还真与时俱进，他用纠结这个词儿用得好啊，啊，就是说，你这个刚一开始2个人接触时间不长，你就要求，就是你们家里要求结婚呐，趁着我们家里没有房的，就你们家有2套房啊，是吧？还要让我们的孩子到山东去发展的这些问题，确实是让对方不能接受，真的，并不是说本人没有这个能力。哟，伤了您家的面子了哈！我们家也能买房，我们本人也有那个哈。我们听听姑娘的母亲怎么说。来，关于前面的婚姻问题，我做母亲的是这样想的：根据我们当地孩子的结婚年龄，一般在21至23之间。现在前年已经24岁了，该结婚了。我的意见是想现在要到我们这边来，马上和前年结婚，在我们这边发展事业。他只要有本事，哪里都能发展起来。只要到没有房子，我家有房子先住着，以后他们有钱了可以买房子。如果要到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和前年分手，不要耽误前年的前途。
我坚决不同意天天到天津那边去。这两家老人也都够有性格的了哈。这个您更接受不了了吧？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啊！好，来，两位年轻人，你们怎么办呢？你什么想法呀？你的未来丈母娘哈，如果成的话，咱们假设啊，就是你父亲也同意了，这就是你未来的丈母娘。这声音听了，这态度也很明确。要不然咱今天就，怎么了？怎么眼睛红了？哎呀，想哭啊？是听妈妈的话听的，还是听叔叔的话听的？我只是觉得我妈比较关心我而已，但是我没有说非要逼她这么做。我觉得我让她去我们家主要是让我把心里话说出来。因为我其实不想那么早结婚，我主要是我妈，因为我觉得她抚养我那么大，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我主要是想让她心里好受一点。其实我的预计结婚年龄可能就是在28或者30岁，因为我比较想晚婚那一种。哎，你也别哭了。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去你家，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是想趁快点，能买上自己的房子，然后让咱们过得更舒服一点，你知道吗？你爹不同意啊？但是我相信我能有这个能力。你爹不同意，跟你有能力有什么关系？买房子那是能力，你爹不同意。好了，两位年轻人，这么多的压力摆在你们的面前，该怎么办呢？来，黄金60秒，抓紧时间，60秒的时间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表白给对方听。我知道你母亲养你这么也不容易，是，所以说我就希望尽快赚钱，能买得起房，买得起车，然后与你结婚，与你在一起。其实我现在不是不想去你家，而是我感觉自己没面子去你家，你知道吗？如果你想晚点结婚的话，也可以，就是说到28岁或30岁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妈比较关心我，所以说她说的事情我不想拒绝。我希望你去一次，就说你去一次就给她说一说，可能就说两个人放在一起谈一谈话。两位请回吧，请回吧。这儿子要今天在这儿就订了婚了，您怎么着啊？保留我的意见，仍然不同意。他们订了婚，您还不同意？我不同意。也就是说，你不给他们私定终身的可能性，对吗？对。就仅仅是不同意吗？还有别的吗？小张，你听清楚哦。就不同意哈？就不同意。您可以不祝福，但是别不同意啊。没有余地。没有余地啊？哎，对。这姑娘怎么招着您了？她和她的家庭太强势，所以我不乐意。好，谢谢。两位年轻人，供你们做选择时候的参考。来，请关门。
我们都说恋爱和婚姻是自由的，但是一旦面临选择的时候，其实家长的意见也非常重要。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长辈祝福的婚姻一定是不幸福的婚姻。这对年轻人没有得到双方父母的祝福，因为双方父母表现出来都是一个很强势的态度。他们自己会坚持吗？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他们合适吗？匹配吗？来，请选择。57.14%的朋友觉得他们应该分手，但是选择权还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父母的意见也参考，大家的意见要参考，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觉得跟他在一起幸不幸福。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一起来数5个数，之后我们会开门，看看主人公自己的选择。一起来，5、4、3、2、1，请开门。